无限的压缩一坨水，最后会怎么样啊？我们先说答案啊，你最后会把这一坨水压成一道闪光的啊。那我们就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问题。那平时我们会认为液体和固体基本上不能被压缩，是因为我们生活中的遇到的压力都很小。但如果你现在不考虑压力的来源，冷怂的给一坨水施加压力的话，水的体积不仅可以被压缩，而且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因为水是由水分子构成的，它有3种物态，就是说当温度很低的时候，水分子不活跃，它们彼此就靠得很近，而且会通过氢键连接成六边形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水就是固态了。当温度升高一点，到了0度以上，水分子的动能就会提高啊，那么大部分的氢键就会断裂，这个时候水分子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大啊，这个时候水就成液态了。当温度一直升高，到了100°C以上，那么水分子的动能就已经让它可以逃出水的束缚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水就会气化，变成气体，那么水分子之间的距离就会变得更大啊。那可以看出，水的物象的转变，其实说简单一点啊，就是水分子之间距离的变化。所以说，你现在给水施加压力的话，就会把水分子压得越来越紧。当它们挨得很近的时候，就变成了固体了啊。那这一点也可以从这个水的相图中看出来。那么我们先不管这个温度的变化啊，可以看出，只要压力足够大，水都会变成固体的。但这种固体跟普通的冰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们的这个晶格结构不同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压缩水肯定会导致水的温度升高的。如果温度达到了2000到3000°C，那么这个时候水分子所具有的能量就会打破氢氧化学键，然后水分子就会电离成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，那么这个水就不存在了，对吧？如果继续压缩，温度会继续升高啊，那么氢原子就会被电离，变成1个质子和自由电子，同时氧原子也会被电离的啊，变成1个氧离子和一些电子。那么此时整个系统就变成了高温等离子体，那么里面就会包含质子、电子、氧离子啊。那么这粒子在很小的空间内就会高速的运动，然后不断的发生碰撞。如果继续压缩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又有点气体云坍缩，诞生恒星的意思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当恒星的质量达到太阳质量8%以上，它核心的温度就会超过400万摄氏度。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核心的高压，2个质子在高速碰撞的时候，然后在量子隧穿的帮助下，就会克服它俩之间的库仑力，使2个质子在核力的作用下融合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，核聚变就开始了啊。所以说，当你提供了压力和温度达到了核聚变的要求，那么一团质子和电子组成的高温等离子体就会发生核聚变。它所经历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：先是2个质子融合在一起变成氘，然后给氘里再加1个质子就变成了氦3，然后2个氦3融合在一起也就变成了氦4，并且会释放出1个中子和大量的能量。等所有的质子反应结束以后，就会剩下氦4和氧的混合物。其实这就是质量在8%到40%的太阳质量的恒星死亡以后留下的残骸，以氦4为主的白矮星。那如果你觉得还不满意，可以继续给这个残骸提供压力。当压力达到太阳核心水平的时候，那么氦4就会继续发生核聚变，生成碳氮氧啊。那等氦消耗完以后，刚才的那个白矮星就变成了以碳和氧为主的白矮星。如果继续增加压力，核聚变就会把碳和氧最终聚变成铁。那么这个时候核聚变的这个阶段就停止了啊。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继续压缩铁，那这个时候支撑铁原子结构的就是电子的坚并压。我们知道，在量子力学中有一个泡利不相容原理啊，说的是2个量子态相同的非离子不能处在同一空间，所以说原子核外的电子就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律一层一层的排列起来，也就是说所有的电子不能燃到一堆，所以电子和电子之间就有一种排斥力啊，它可以抵抗一定的压力。不过的话，这种抵抗是有限的啊。当你的压力足够大的时候，就会破坏铁原子的电子结构啊，把原子压碎，让电子进入原子核和质子结合在一起啊，变成中子。所以这个时候一开始的水就变成了一堆主要由中子构成的物质。那这个时候整个系统的体积会大幅的减小，因为我们知道原子的典型半径是10^-10次方米，原子核的典型半径是10^-15次方米啊。那么现在原子被破坏了，破坏成了原子核的大小。所以整个系统的半径就会下降10^5次方倍，那么体积就会骤降10^15次方倍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子星啊，因为它的体积很小，所以我们说它的密度很大。如果继续加压，结果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啊，中子也会受不了啊，最终就会坍缩成一个超级小的黑洞。然后这个黑洞会因为霍金辐射在很短的时间内
释放出一道闪光啊，然后就蒸发掉了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好啊，那总结一下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的筋够大，你能把所有的东西压成一道闪光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理论科学，点赞关注，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，拜拜。